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前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他现在到底怎么办？因为他人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那个时间点呢，在做一个辩护或者是辩论有人指控他犯了反人类罪。可是，在3月14号这一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指控听证会里头包括这个杜特地说是在海牙法庭像演荒诞喜剧一样，因为看起来他当然是一脸憔悴，长途飞行嘛。可是法官说是全程用法语来审理，而且翻译设备常常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所以他的律师现场抗议，并且律师还说，连完整的证据清单都没有收到，关键证人的证词还有篡改的痕迹。没想到3天之后，法官突然反转了，说如果听证会上的证据不足，案件就会直接撤销，所以他定下了在今年的9月23号开听证会，所以他罕见被批准保释，因为在 ICC 的历史上说是这个保释的这个事情很少保释的这个案例少，大概只有15%。的人可以获得保释，而杜特地的女儿现在是菲律宾的副总统莎拉，她举着爸爸的照片在法院的外头喊说，谎言终究会被揭穿，矛头很明显的指向现任总统小马可仕。那我们看到呢，菲律宾的内政部长还爆料他说逮捕杜特地早就有预谋了，小马可仕现在面临刑事指控说是由他本人以及小马可仕，还有国防部部长，还有国安顾问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策划的这一出政治上面的一个逮捕令。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在杜特地返回菲律宾的前一天菲律宾的国家警察收到了命令，因为担心会有暴动，所以至少部署了7000人在机场还有他行经的地方来等待抓捕。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可能又会展开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杜特地已经先出招，他在飞机上预录了一段影片，他说他会负责过去的事情，他都负全责他站在执法部门的军队前方的那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现在有一说就是当时执法的人可能也会有事。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他的女儿就是现任的副总统莎拉，她现在是不是被搜索？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上面的针对呢？说是他的办公室的秘密基金收据里头有很多不存在的收款人意思就是假造的收款人是谁？这个人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可能已经死亡了有5个人都一样的名字，还有很多是虚拟的人所以现在地方上在传小马可仕要查他的账预谋把他也给抓起来所以菲律宾现在呢，因为政治上的分裂所以也爆发大规模的游行。因为这个杜特地这边支持者很多，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场的画面，包括在达沃市有很多人出来游行，这里也算是杜特地家族的大本营，有将近2万人走上街头。这个地方呢，建市这个成立要88周年的庆典，变成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释放杜特地，并且让他回国。你看到马尼拉的杜特地支持者也持续在抗议警方不敢大意，全副武装出动镇暴警察维持秩序，甚至军方一度出动装甲车示威所以我们看到呢，菲律宾其实还有一些所谓的施法的人，像是萨满也对小马可仕施法灯光一闪一闪的，这个是当地的一些 local 的一些民间习俗啦。你看到这是萨满，他就对着电视机里头的小马可仕，然后在那边施法所以各种的这个意见各种的状况都出来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民间的氛围是这样，那愤怒的这个巴斯特说小马可仕是忘恩负义这个是他的这个达沃市的市长，也就是杜特地的儿子。他说：“我爸爸对你们这个家族仁尽义至了吧？
你怎么会这样对他呢？因为当年呐、你小马可是啊，你什么都不是哦。那我爸爸也对你爸爸，让他好好的安葬哦。你为什么现在把我的爸爸给抓起来？而过去呢，杜特地其实他走的是一个比较对美国某种程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看到他任内在2018年中旬，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升温，美国在南海其实某种程度有一种挑衅啊。杜特地那时候就声明说你美国跟中国在南海硬碰硬，只有2种结局。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国家遭遇大难，那我如果自己是将军，上级命令去南海送死，我也会跟你说什么什么，就讲一些脏话啦那时候大家都说杜特地真的很厉害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国可是对于这个川普都不太这个退缩2019年的时候，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美国如果想跟中国开战，不要只会搞小动作，请美国的第7舰队开第1枪。好，你开枪，我就一定跟美国一起站在一起，一起去送死还喊话菲律宾前政府亲美派的3位首脑，给他们外交特使的身份，要他们前往斡旋，让美国跟中国开战。开打之后，把你们3个人第一波送上战场那全菲律宾人会跟在后面，所以他是某种程度虽然不是很守外交上面的一些规则，可是也打出了一片天。来请教亮哥，我觉得最后他会无罪释放就是交回去由菲律宾的司法单位来处理实际上中国大陆已经做了一个声明了嘛，他说希望国际法院要遵守补充性的管辖原则。这个意思就是说，他通常是在那个国家的司法已经失控，没有办法做审理，才会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比如说过去他曾经判过刚果的案子，那个是战争嘛，那有一个领导人，反正有好几个人都被判刑什么征用儿童当兵还有做了一些虐待、性奴役等等，被判了30年那第二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波斯尼亚那个塞尔维亚的那个军头在那边做种族灭绝那被判终身监禁。你可以看到这2个案子都是战争，那个战争就是当事国的司法无法处理嘛，才会轮到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怎么可能？菲律宾是主权国家，而且目前的司法院还是运作正常所以你有什么理由逮捕杜特地我觉得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叫做捞过界，根本就不符合应该要由他审理的原则了所以我认为他也在找下台阶了，所以就说9月我们在审理了，那根据事证再来做判决我认为大概就是放人因为坦白说，杜特地犯的罪这个是刑事法院可以判的，国内他基本上就是允许警察对毒贩开枪嘛，那允许警察去找民间的代理人，那也可以开枪，所以才会死了6500人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他这个极端的反毒措施得到民间的极大支持。他卸任的时候，他是2016到2022他卸任的时候民调是81%，81%菲律宾现任总统没有人像他这么高，排第2名的是罗姆斯，罗姆斯才65他是81你面对这样的人，你用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完全不像话嘛。你除非你就回来菲律宾，然后由菲律宾就是同样小马可是那个警政单位提供的那些证据来找嘛，看有没有杜特地直接下令要把某人给干掉，这个就跟办黑道一样嘛，就你是不是有介入了等等等不然我认为这个要论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而尤其是菲律宾是一个主权国家，司法体系仍然完整，没有理由由国际刑事法院越俎代庖了，这个完全说不通我认为他如果硬干那他在国际上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了，人家就会说，那为什么纳坦雅胡你不敢抓，普京你怎么不敢抓专门欺负
弱小国家，是不是？对不对？你这是什么规则呢？那纳坦雅胡在加萨杀了多少人？也是他命令啊，不是他亲自杀的，也是他命令啊。那杜特地大概是6500人，你怎么不去以色列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说不通啊。大钟老师，对，我觉得这个事件从头到尾还是有很明显的政治操作了，就是这个政治斗争菲律宾的2大家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要跟这个杜特地他6年总统任期的一些做法有直接的相关就是他对毒贩、毒品深恶痛绝，而且他觉得名气可用，而且老百姓的确是很支持他。那重点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ICC 的检察官开始调查。当时杜特地是总统，他也动作很快。2019年他说：“那我就退出罗马规约这样子你就没有所谓的管辖权。”但是 ICC 的意思是说即便你退出但是在菲律宾你还在这个罗马规约的这个期间之内，我还是对你有这个管辖权。所以重点到了这个所谓的后来的这个小马可仕总统。那小马可仕当然一开始是跟杜特地的女儿是这个结成同盟分别去选总统、副总统。那开始的时候，我想是跟杜特地是有个默契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会把你送上国际法院。所以小马可仕是从哪时候开始说话的这个方式改变？就是从去年年底因为整个去年前年其实已经开始跟萨拉杜特地有非常多的一些争议，很多事情，因为有一说。一开始是小马可仕想要修改宪法，那修改宪法就是为了2028年总统大选做铺路。那当然这跟过去双方的默契是不同。然后开始呢，双方就是恶言相向，然后开始查副总统办公室的账。所以最厉害的地方是开始推动所谓的这个弹劾。那弹劾就是造成萨拉杜特地无法忍受的一个关键的导火线所以这个事情闹到目前为止是不可开交。那再加上说2028年的这总统大选之前，今年5月就是一个前哨战，包括说参议院12位议员，众议院的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首长、副首长。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小马可仕很明显他反悔去年12月他的讲法是说，如果杜特地能够自首，那太棒太妙了。如果不行的话 ，ICC 假设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也愿意配合。那这一点就是其实见证到这一次为什么他把他送上这个海牙。那我还蛮同意因为 ICC 它的管辖权照理说是有，但是如果没有主权国家政府的配合，他哪抓得到人？那这一次是拱手把这个前总统让出去，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政治的地震会非常非常大，因为就会有反作用力。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跟国际的角色我觉得稍微少一些，但当然我可以知道这几任总统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有非常重大的不同。从一开始的这个艾奎诺3世非常的亲美所以说南海仲裁庭就是他的任内之下做出来的。后面有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支持。那到了杜特地他比较靠中间一些，那现在到了小马可仕，那基本上旗帜鲜明，一边倒向美国。所以后面到底有没有一些美国的力量？我觉得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目前来说，整个杜特地事件弄上这海牙这个ICC， 我觉得还是国内的斗争了。但这斗争越处理不当，我觉得后续的这个风暴，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一定会延烧到5月的期中选举，也会影响到2028年，因为这你死我活，完全是零和，牵涉到2大政治家族的实力的消长跟对抗。意思是说，我对你对我的对手仁慈，就是对我的残忍。我觉得小马可仕应该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那对何尝不是呢？对于杜特地家族而言也是啊。我现在就是被金牌，被打压牌。假设能够把能量投射到这个杀杜特地，那就是比较好的事情，对他们的思想和这个算计应该是如此。好，请教县长。这个首先我要说，这个菲律宾刚刚讲起来好像都是很小，它一点都不小，它人口1.15亿，这么多啊。第二个，它有7600多个岛屿，你就知道有这么多的人散布在这么多的地方，它的治安是非常难以去治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我从杜特地身上我就深深感受到一件事：当你大权在握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因为你有大权，很多人想分享你的权利，你想做什么事，很多人都会依附你的意愿去投你所好。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到，目的再正确，你也要注意到你的手段，否则到最后，当你大权失去的时候，你肯定要面对你的仇人、你的政敌对你的清算。我觉得像好比说柯 P 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接着就是看到这个杜特地这里，那我也研究了一下杜特地的他这个事情。杜特地一开始是达沃市的市长出来的，现在达沃市的市长是小杜特地嘛，是他的儿子。他在当初当市长的时候呢，他就严厉的打毒，当时就有一个叫做达沃行刑队，就是一个不走正常这个法律程序的，他在抓到人，他可能就把他枪毙了。这中间有很多的是游民，是弱势的族群，反正就被他们这样子杀掉，大概杀了大概1000个人。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市长而已。那接着他当这个总统的时候，那权力就大了，扩及这么多，那这个打击犯罪这个毒啊，是再正确不过的，全世界都会给你鼓掌。但是你就忘了，那个程序是你要去遵循的。你抓到这个人说他是一个毒贩，你有没有经过一个审判？然后你最后，我记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杜特地刚开始在当总统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说是什么，你知道？说杜特地自己拿了个手枪会上去把人家给一枪给他毙了。当时的新闻这是存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对杜特地这个人印象非常之深刻。我的想法就是说，我的天哪，世界上有这样的总统吗？我问你，像刚刚亮哥说他们。在他当总统期间，有大概6500人死亡嘛？你去上网查，保守6500，多的是3万呐。这中间我问你，有没有人是假借这种打击贩毒、行私人之这种叫做报仇也好，或是干什么的也好？我不信他通通都是对的，你知道？如果他通通走过一个合法的程序，这个时候当然他都站得住脚。可是当时真的很多是没有的。所以最后我要说一下，你认不认为他是有罪的？你叫我判断，他真的有罪。当时我对他印象非常之深刻，你们不妨回到那时候去追查一下那些新闻登的他什么东西，然后要证明他有罪是很难的。你以为说传闻说是他，传闻归传闻，你的证据在哪里？现在这个民主法治社会一定要有证据，所以这很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菲律宾的政局会非常的动荡，这个国家会越来越乱。没有错。当时杜特地在当菲律宾总统的时候，大家印象超级深刻的。不过他的民调高也是事实哦。看起来这一场政治上面的大闹剧、大分裂还会继续下去。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的持续动荡，来源当然就是川普总统。我们看到过去2个国家巴蒂，美国跟加拿大现在势不两立。而过去加拿大跟着美国一起抗中，可是现在有一些反作用力来喽。像是加拿大的菜籽期货受到中国大陆的关税的这个影响加拿大的这个所谓的期货单周已经跌了12%，这个是菜籽期货那过去当然2个国家很友好，一起做一样的事，可是现在可能加拿大的国内的政策、对外的政策都要改变了。新的总理上任了学者就说可能你需要跟中国的关系也要改善。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学者叫罗伯逊。好，他说你要走出2国因为孟晚舟事件还有所谓的间谍事件你要去做一个和解那不然美国如果单压美国，可能未来加拿大的这个对外的政策啊、贸易啊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民间还有官方对美国的仇恨或者是厌恶显现在一些例子上面，包括您看到的安大略省有一个第2大城市密市那现在也宣布拆除美国的国旗，本来街头都有啦，都有美国国旗，室内的设施的美国国旗现在都把它拿掉，改悬挂巨型的加拿大国旗。好，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新任的总理叫做卡尼他在跟川普打交道的时候，也寻求跟欧盟、跟欧洲国家来结盟，因为他现在知道这个川普不可测所以要
稍微去跟欧洲的国家多多联系。包括你看到他17号就要前往巴黎，还有伦敦寻求联盟，像是英国的国王我们看到查尔斯也这个预计礼拜一就是今天的下午当地时间会在白金汉宫见这个卡尼。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晚上他就会跑去跟首相施凯尔会面。那这一位这个总理他曾经在2013年到2020年的时候担任过英国的央行行长，而且施凯尔大选的时候他也是他的顾问所以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而另外整个欧洲对美国也有一些情绪涌上来了，包括你看到呢，美国货现在被抵制在欧洲，德国人抵制 Netflix， 还有可口可乐我也不喝了那我们再看法国一样他说那你把自由女神还给我啊，你不配了呀当初两国很好的时候我们把自由女神给你，这是来自于法国议员他说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们，可是你们鄙视它，你们现在某种程度已经不配了所以还回来吧。每年过去法国人大概有160万到180万人到美国这块土地上去旅游现在据说下降了25%这个份额是蛮高的这个比例蛮高的1/4。而另外美国现在国内据说鸡蛋荒越来越严重，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台湾几年前去年吧它的价格不断的往上涨那美国就想向欧洲寻求帮忙，说可不可以进口一些这个鸡蛋给我们呢那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2月份美国鸡蛋短缺的情况没有缓解那3月一样，这个蛋价同比比去年涨了将近60%看起来非常的严重。所以你看到民众呢跑去商店抢蛋想起以前我们也在抢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状况。而另外我们看到像是丹麦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都说很抱歉我们自己蛋也不够也不愿意协助美国。那华尔街就说，华尔街日报就说这个欧洲现在要自立自强了，因为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现在看起来有点吃到苦头，所以呢，他们公布了一个叫做重整欧洲军备的倡议计划，要筹资募集大概8000亿欧元用于军费开支说是可以促进规模经济然后刺激民用行业的创新军工业可以再起飞那另外我们看到欧洲向右转，不是1天2天了其实蛮久的。可是现在美国的马斯克还有范斯很右他们助攻所以欧洲恐怕遭到各个击破，他们要跑去欧洲去游说这些人那另外我们看到卢比欧国务卿他说美国可能在加征税后展开贸易他在对部分国家加征关税之后，再跟这些国家展开双边谈判。我先把你提高20%、30%然后我们再来谈有利于双方利益的新贸易协定非常的特别。那另外经济学人也说了，亚洲盟友各国都在想，是不是要转向什么战略呢？美国+1大家都跟美国好没有错，可是我还要+1，分散风险嘛，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来，亮哥。我觉得欧洲各国那个对美国的正面态度下降，主要还是俄乌战争并不是关税啦。美国跟欧洲关税打来打去，那几乎每年都有的。可是俄乌战争真的非常明显比如说北欧国家是最挺乌克兰的那现在丹麦对美国持正面态度只有20%，这个难以想象瑞典只有29%。那德国32%，法国34%，这些都是很明显支持乌克兰的那英国因为是 Anglo-Saxon 嘛，对美国持正面态度还有37%可是本来比较不支持乌克兰的意大利还有42%，西班牙还有43%，所以我认为主要是俄乌战争那就觉得川普实在翻太大了那这个。尤其是现在，如果还是民主派的人执政，那个落差会很大。那至于这个川普的关税，这个题目难以分析了。我们下礼拜
来讨论，可能还是一团乱，因为他跟那个九品芝麻官那个方唐镜一样啊，一下跳进来，一下跳出去，一下跳进来，一下跳出去，连美国联储都不知道怎么分析啊。Rubio 也这样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是乱成一团。连美国的投资人都因为这样，股票莫名其妙就掉了10%，恐慌指数大涨。然后高盛重新评价，说未来搞不好3年都有熊市的机会啊。这个在拜登任内哪有这种舆论？这个就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嘛，就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那样，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然后4月2号我们知道要公布对等关税，是。现在很多国家税率高的都怕了要死。我们台湾还好，我们台湾是6.5%，韩国13.4%啊。韩国现在怕了要死，印度17%，所以我们台湾就阿弥陀佛，他不要分项了，分项我们就完蛋了。比如说汽车农产品，那台湾就完蛋了。他如果看总税率，那我们台湾在亚洲算低的哦。日本是最低嘛，日本大概3.5啊，中国大陆7.5，我们是6.5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比如说台积电都已经1000亿去了，结果后来那个阿斗还是要救啊。那晶片税到底要不要科？不知道，给人家感觉好像也要啊。就你永远都不确定嘛，那你怎么弄呢？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番操作，其实对自己很伤啊。就是我看了一些指标啦，包括对投资美股的信心，还有美国中小企业对未来政策不确定性，都是飙升，每一个指标都飙升啊。那谁也不能够回答问题啊，连财政部长都不一定代表政府，就川普一个人啊。你就要每天都在注意他的 True Social 又写了没？又贴了什么？又贴了什么？然后这个人又给你搞到很晚，就是这样啊。每天都要注意，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而且他下手都很重。比如说，他就说我要对欧洲的酒科200%，那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法国，对不对？然后，连他那个白宫发言人讲话也越来越凶啊，说要针对日本的稻米，你怎么可以给我增700%？那个是日本人的心肝宝贝，你跟日本搞到稻米的话，我看自民党跟你没完没了了。还有韩国，他针对韩国的牛肉，那也是韩国人的心肝宝贝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把世界弄乱了。所以现在就是只能等待，看他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再应变，是这样吗，老师？我觉得完全都是个动态调整。上任到现在差不多2个月，但是可能初1、15月亮不太一样，就是他动得很快。初1、初2，初1、初2，不用到15，初1、初2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欧洲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觉醒的时刻，或是一个欧洲觉醒的这个时间到，我觉得还不一定啊。因为我还蛮同意刚才，目前为什么感觉欧洲包括一些民意啦、政治人物对川普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第一个当然是俄乌战争，因为这就是180度大转变啊！明明去年还在大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现在第一个要上谈判桌的变成是川普。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关税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让欧洲国家开始有点同仇敌忾，就是矛头对我。第三个，我觉得还是有点这个价值观跟理念，就是过去欧洲尤其是西欧大国，大概跟美国还有一些共同的话语。那现在反正川普就是锱铢必较，不太讲理念。第四个，我觉得有点是包括马斯克，他有点在介入欧洲的内部政治。过去的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对这些议题是非常谨慎小心。那现在他可以直接去帮某一个政党加油打气。那其实对于一些欧洲的国家是有一些忌惮，会有些感冒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加拿大现在的这个卡尼总理，因为还不太知道他到底能够执政多久，因为他现在是少数，是很有可能随时会被这个保守党再也会提不信任案。不信任案过之后，很可能还是要再选一次。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目前来说他的重心是在对付因应川普的压力，大家会比较好奇他的中国政策。
同属于这个自由党，可是我们知道，小杜鲁道从2015年到之前，大概将近10年，他的政策从川普1.0开始，基本上跟美国亦步亦趋，比较跟北京不对盘。所有的议题，不管是这个孟晚舟、华为、新冠疫情的溯源或是说在战略上是要跟着美国，其实都处不好。那这个卡尼到底政策如何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北京马上对少数农产品祭出这个关税，其实那是为了这个对等了，因为主要是去年在拜登任内的时候，比如说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口100%的关税，还有钢铝，其实加拿大是完全呼应美国的做法，所以这一次北京的动作是有点在回复，再一点是反制。但未来如何，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些变数因为按照自由党的传统其实他还是会重视一些北京可能会在意的一些议题，不管是人权或是一些内部的政治。但是已经有很多，至少是部分加拿大学者的看法是说，不无可能，其实卡尼政策会稍微修正到比较和缓一些，不像这个杜鲁道这个执政期间这么的剑拔弩张在中加关系里面所以会有一些改善的空间，但是又不至于太彻底、太绝对，因为毕竟卡尼目前的政治上他的声望这么高，能够选上党魁，而且不至于说在未来的这个总理假设要改选一败涂地，原因是因为他看起来立场是强硬的，对川普是非常坚定的回应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未来还是有些变数可以有待观察。好，请教舰长。我大概几个礼拜之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很详细的分析了川普上来之后想要做什么事情，他一项一项的列出来。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感触就很深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川普的野心非常的大。如果他的这些改革他都做到都成功的话，他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也试图朝这个方向去做，因为他的所有的政策真的会彻底改造美国。但是他的前提是，如果他成功，他有许多的关爱要克服。我基本上可以分出2种，一个是国际，一个是国内。在国际上面就是一个关税，你可以看得到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你对他征很高关税，他在那束手无策，然后没有反应的。即使像台湾这么小的国家好了，我们这个关税跟他来往，如果我这样讲，如果台湾今天这个政府决定要硬点了，好，你要征我台积电的这个晶片税，对不对？我这个晶片本钱是100，我就是100，你征100%变成200块，那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情。你们美国厂商要买就来买，不买就拉倒，不然我这100块我就卖到别的国家去。那你要还是不要？我可以坚持这样子。那你说我们这双方的这个，就是台美双方的这个贸易那个逆差差得很大，就是你争起来，当然我们是这个不利的。但是你别忘了，除了打关税战之外，你怎么争我也怎么争你之外，我可以禁买你的东西啊。这政府一下子凶起来，好比说我们现在的能源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个美国美牛、美猪、什么玉米什么的。台湾政府可不可以我完全不从你美国进口，我从别的地方进口，这些都是他的一些手段。那为什么台湾不行呢？因为很简单，我们的安全要靠美国。你敢跟他这样子对打，我们的安全实际上会受到一些威胁，这是一个。然后接着这是国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有很多的关爱，但是美国是一个大拳头，全世界都是一个小手指，厉害一点的像什么德国可能是一个大拇指，只有中国是一个小拳头。所以美国在国际中的形势还是好的，但是回到国内我可以告诉你，那才是他真正最困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要打击的是说的是叫做深层政府。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太富强了，这么长久以来，它的整个的政府的体制膨胀到什么地步？如果你去真的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可怕的。每年浪费多少公帑？举个例，像我们军中说的这个上将，台湾的上将编制是3星上将有7个，你知道美国4星上将有多少人？40个，这差好多。那你说美国编制大，但是你对不起，再大，3军的陆海空就3个，参谋总长就1个，你就知道它实在太大了。
所以川普想要把它浓缩，不要浪费这么多的钱，方向是对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困难，因为你会挡到一堆既得利益的人的利益。没有错哦。所以川普最后会变成英雄还是狗熊，不知道。要先活着，要先活着。还有包括 Elon Musk， 这个未来才知道。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科技战，美中的科技战还在打哦，有可能哦，继华为之后，美国人要封锁 DeepSeek 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国的 OpenAI 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跟政策的建议，说 DeepSeek 是另一个华为哦，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的人工智慧给它彻底封杀。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这么害怕哦。看看这个例子，可能你可以一窥一二。包括在四川德阳，说是现在的医生中国大陆，他只要轻轻点一下荧幕，那就可以做出一份报告这个病患的血压啦自动分析它各种的波动啊，然后还结合用药的记录跟饮食习惯，给出一个建议，而且是个性化的建议。所以可能它的应用面真的是方方面面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在 AI 的起飞让美国非常的忌惮。包括现在呢，中国正在拥抱人工智慧。你看到，包括他们要争取2030年变成超级科技大国，尤其是 DeepSeek 的大举成功你看到有好多的企业啊，现在一些开发跟销售人员已经超过4500家，在人工智慧方面相关的产品，包括学校也是北京的中小学生在学校里面有开设 AI 课程，大学更是不用讲。所以现在一股脑风起云涌，那人才是 AI 这个科技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看到美国就说要全面封杀中国留学生共和党推出了制止中共签证法案，说是你们这些留学生可能会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而且威胁到国安。可是斯坦福大学这个教授他就讲了，说中国人才现在正在本土化。过去可能要留学美国、留学欧洲，可是现在他自己培养了。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就说，近期整理了 DeepSeek 的5篇论文的所有的作者的背景资料后，发现这家公司的 AI 这家中国 AI 公司已经呈现了人才本土化的特征。200名作者当中，超过半数只有中国本土教育跟中国的工作背景，没有海外的经历。所以他也提醒西方世界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一定会选择赴美，这是认知的误区所以美国不要想当然的以为顶尖人才都会来我这里所以这也发出了某一种这个警告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例子这是29岁的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29岁就当教授很不容易啊。他过去在这个德国留学了8年，才刚刚拿到博士，没有多久就升到教授。那年薪据说是60万人民币，而且这个学校还给他200万的安家费。60万人民币是多少？大概合台币273万。我想李大中老师应该觉得很羡慕，而且还有安家费，所以给他非常优渥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给他薪资给他很高的报酬让人才留在中国大陆。那作为美中科技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材料。那另外我们看到美方的航空公司增加美中航线那每周的航次100班我们看到美方忧虑人才威胁治安，可是又增加通往中国跟美国中间的航空班次，有人就认为可能有一点互相矛盾。那我们来看看这这些太空人他们被困在太空站9个月了，现在SpaceX 终于这个太空船抵达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太空人非常开心几乎是狂喜呀！你想想看，被困在这个外太空，在这个空中这么久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美国的太空人终于可以返回地球了。那另外还有2名包括日本以及这个来自俄罗斯的4名太空人也一起顺利的跟国际太空站对接。那美中的对抗当然也包括在太空火星的竞赛啊，中国也有一个时间表，说是拼2030年前后取回火星的土壤返回中国大陆。而另外，中国还诞生了这种叫做星际矿工太空采矿机器人
哦，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它有6个角哦，叫做仿生6足移动的结构，它可以在包括太空哦，或者是其他的星球去采矿。那专门是为外星体这个复杂的环境啊打造的地质这个勘探以及矿物采集的任务来打造的。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香港参与中国的探月工程，嫦娥8号将协同多功能机械人登月，未来登陆月球的可能有机器人登陆，不用人了，不用太空人了。来请教亮哥。其实 OpenAI 提出这个主张是非常丢脸的啦，你就是竞争者你怎么好意思呢？人家亚马逊、Grok 他们都没有提这种东西，结果你在提，所以怪不得人家在笑他，说 OpenAI 一点都不 open， 所以这个就是丢脸啊！而且你怎么封？我讲白了啦，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的人工智能里面的人才有接近30%是华裔啊，所以你要怎样啊？你要怎么封啊？而且 OpenAI 自己讲的啊，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只距离美国半年，都他自己讲，都是他的讲法。如果 DeepSeek 可以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横空出世，一下就追到只落后你半年，我看你已经被追过了啦。像我现在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都使用到 Grok 3去了，那个 ChatGPT 很多人都不用了，因为你做这种动作实在太丢脸了，不然你就搞一个开源模型给大家看看嘛，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啊，中国大陆因为它本来就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工业体系啊，那事实上你看到《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还有我们的《天下》杂志，也都认为它2025中国制造已经成功了，所以它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基础，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你不可预测的领域在创新中了。这个他用的语言叫厚积薄发啦，就它累积的底子很厚，那现在各种组合创新就在各个领域不断的出现，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会在哪里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从实验到量产，它都做得出来啊。那么在美国，你要实验室里面要做出第一个产品，那个过程要很辛苦啊。那中国大陆就相对容易嘛，它有资金、有组织、有人才，然后银行又可以融资，那所有的科技爆发的因素都具备。所以我觉得美国你现在去慌也没有用啊。美国事实上能够做的科技制裁能做的大部分都做了，不然你还要做什么？不然你就断掉。那个拜登不是快卸任的时候，还把中美科技协定延长了5年吗？不然你去断啊。那个是学界的全部断掉哦。如果你要断的话，美国也不敢这样做啊。所以我说有很多东西啊，就是要面对现实啊，就是到最后，现在领先最多的就半导体嘛，这大家都知道嘛，可是我认为终究还是会追上，因为科技不会只有一条路啦。我自己就学理工的啊，从来提出 solution 绝对不是只有一种啊，就是这样了，生命会找到出路了。防不胜防还是不要防好了，大家公平竞争。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的 OpenAI 建议白宫封杀中国的 DeepSeek， 这个有帮助吗？来问问看。我觉得现在美中的这个科技竞赛应该已经到军备竞赛阶段，因为非常白热化。上天下地到外太空，到 AI 各个领域其实都是。那其实这1-2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国自己的评估，包括去年也有美国的专家，还有企业这个CEO 讲说，这个中国大陆距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是从2年到1年。那今年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白宫所谓的这个科技顾问
萨克斯他说可能这差距只剩3到6个月。当时他的评估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企业你自己不知道，对手已经这么快的逼近你。第二个，他把原因归罪于拜登。好，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归罪于拜登。拜登任内很多做的是管制，而不是鼓励。哈，就是要跟中国大陆正面去做出更多的竞争优势。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太空领域来说，当然是如此，因为我们回顾一下哈，在冷战结束之后，其实美国太空总署其实有一阵时间里面啊，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或是一些精英都认为说，好像没有必要再把这么多的经费投注在这个领域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太重大对手，好，所以有一些反反复复这些投资上上下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其实它投资是很持续的。我们一直讲说它的太空计划有三步走。第一个要造的是有人太空船，第二个是这个太空器的对接，还有太空人的舱外的行动，第三是国际的这个天空站，慢慢都在做。那现在做的是探月工程，还有未来还有火星的探测计划，所以做的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成熟。那现在就要看美国的政策有没有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投资。那以刚才所讲 NASA 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川普他其实很快就任命所谓的这个 NASA 的署长，应该就是马斯克的好朋友，也是亿万富翁，也是民间首次这个太空漫步的人。但是他同时也做一些政策，把首席的 NASA 太空科学家裁掉，因为他的方向不正确，在做气候变迁，还有 DEI 也裁掉。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一个很长期的马拉松，值得有再进一步的观察。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舰长。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去用 ChatGPT 或是 DeepSeek 的话，我劝你一定要赶快上网去学。为什么呢？前一阵子我感觉我身体不太好，那你有时候去看病，你多讲几句话，那个医生那个不耐烦的表情就会出来，你知道吗？那那天我在那里，我把我所有的病症统统写出来，2个我都问，大概都有推出一些理由，但他的投的就最可能那个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建议我说，你这些不要吃，你只能吃这个。哇，我照他那个做，立刻就感觉好很多。然后他说你也不要看医生，大概3、4天会自然好。果然3、4天就自然好了。你跟他讲，他永远不会不耐烦，而且他的真的那个正确的比率是非常之高的，除非你没有把你自己的这个病症讲清楚。可是当你在电脑上跟他讲，他永远。可是舰长，我们还是要给观众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还是要去看医生你都可以参考。对，请继续。当然，如果病很重的话，是，还是要去看医生。